就是你要想登录微信啊，我要先从 QQ 登录过去，但是你要登录这个 QQ 呢，先用你的微信登录回来。有人说主播疯了。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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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嗨，大家好，我是那言，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看到我呢，就意味着你又成熟了一周岁。一起来看一看双11这一周啊，江湖都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可以把哈哈哈哈打在弹幕上；如果觉得主播在瞎编，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我们下面开始。今天没什么苹果的事儿啊。过去这1年多，我们是周周吐槽苹果啊，然后什么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所以今天我们换一个人薅，咱们改薅华为啊。我们先来开始看一下。那么华为的 Mate 50系列呢，咱们之前聊过多次了。从上市以来呢，就话题不断啊。首先呢，就是压根儿没货啊。大家回忆一下，刚上市的那段时间啊，黄牛都炒疯了。多家媒体报道呢，不管是标准版还是保时捷设计版啊，都被炒上了啊天！那个时候呢，还有很多同学说，看新闻媒体报道说 Mate 50的保时捷版要加7000块，是真的吗？主播，当时呢，我跟咱们同学说，对不起，没这么大的优惠。多家媒体报道啊，实际上的加价是8000元，那么顶配呢已经炒至2万元，成为新的理财产品。那当时咱们也吐槽了啊，说这于总不是说了吗？说首销我们会抓紧生产，保障供应，你这货搁哪儿呢？准备这钱也买不着，什么情况？反正那个时候确实啊，线上线下呢，我们也跑了很多地方。当时给大家的建议呢是尽量去线下来购买，因为呢线下渠道啊还是有大量的货品啊。那个时候确实是线上比较少，线下要稍微多一点。虽然它颜色没有那么全，但是呢，你只要在本地啊，你打几个电话或者多跑几家店，大概率还是有货的啊。这就是当时这个情况。那如今已经来到了11月份了啊，距离当时上市这也1个多月了。那现在呢，终于看到现货了，在华为的微贸商城里面，在华为 Mate 50 Pro 的一些产品下面啊，注意不是所有的型号啊，在一部分产品下面已经有现货速发了。这是经过了大概1个多月的等待啊，终于现货速发了。对于线上用户来说啊，总还算是一个好消息。而我们看一下苹果那边啊，又说起苹果了。当我们打开苹果的官方商店啊，大家看一下，你们觉得苹果现在现货了吗？现在订购发货时间呢是12月17号到12月24号。好，压力给到了苹果这边，华为可现货了。苹果，你个暗紫色，什么时候现货？你给我个痛快话！你这上市时间比华为还早呢。来吧，问大家一下啊，大家觉得这个苹果的暗紫色什么时候能现货呀？啊，同学说你这不是吐槽华为吗？怎么又改吐槽苹果了呢？不好意思啊，习惯了。我们下面来找一个经常有现货的是谁呀？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当然是小米了。来看啊，小米13，那么根据知名爆料人 OneLeaks 带来了小米13 Pro 的高清渲染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清晰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从外观上来说的话呢，相对于之前的小米12还是有了不少的变化。我们从很多角度来分析，首先正面来看是一个比较大的双曲面居中无挖孔，上下的额头呢都是近似宽度，是比较窄的。那背部设计的话呢，仍旧是小米标准的横向 logo 以及上方的3镜头组矩阵。来吧，同学们，满分100分啊！大家觉得这个小米13的外观你打几分呢？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好，侧面这张图怎么这么像那个谁呢？看破不说破，这个机器好不好看呀？哎，这个机器也挺好看的，这谁给我拿过来的？这是啊，当然这是角度问题啊，这个角度对我们不利，咱们换个角度。满分100分，来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啊，大家觉得这个小米13 Pro 如何？从这个角度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弧度的部分啊，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和之前的小米12差别不大，还算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正反对称弧度。在接口部分呢，你可以看到，我们比较熟悉的红外线接口应该都在，那么镜头凸起的也不会特别的大，整个造型的部分。那么从目前爆料的汇总，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呢是6.7寸的三星的全新一代屏幕，而且呢可能会升级到 2K16 的材质，边框部分呢也会更窄，有希望搭载1英寸大底的相机等等。不过呢我有点存疑，因为它这块凸起啊感觉不是特别的高，相机能不能做到不是很确定。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小米13，大家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直屏机型，但是呢这个位置啊大家看到挡住这块是不是就想起了那个谁是吧？是谁我不说是吧？但是加上之后我也不知道像谁了，反正这是小米13的渲染图。来和刚才一样啊，满分100分，大家打一个分数吧。你觉得小米13这个真机渲染图如何？好了，那这里呢就有一个巨大的不同了，和13 Pro 就是它的边框。首先采用了直屏加
直角边框的设计。另外呢，在侧边这个位置呢，看上去啊，它是前边直屏，但是呢，后边呢，为了增加手感啊，做了一个微小的面包状凸起。不要随意联想啊，我只是给你展示一下啊。碰巧我们同事递过来一台机器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的角度。从参数爆料来看呢，当然是首发高通骁龙8 Gen 2的处理器。那么预计发布会的时间可能是在12月中旬左右。直屏的机型啊，应该也是照顾到这些喜欢直屏的用户。满分100分，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还有同学关心下巴的部分啊，目前渲染图呢是大概是这个样子，你就图一乐，别当真。因为根据守恒定理，越到发布会这个边框越宽，远离发布会边框就会变窄。我可没说小米啊，我说的是所有的厂商。来问大家一下啊，大家更喜欢小米12的外观，还是更喜欢小米13的外观呢？喜欢12打12，喜欢13打13？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好的，有同学说呀，这也没有家族传承啊。上次隔壁友商品牌有家族传承那个外观，我记得也是这几个弹幕说这也没啥改变的，没有创新。你这有传承，你说没创新；没传承，你说没传承，是吧？这。还有同学说这是传承了友商的设计，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可没说，你可别瞎编。总之呢，小米13和小米13 Pro 我们就为大家展示到这里。不管你是否喜欢啊，从往年来说呢，这个爆料的信息源它是非常准确的，所以这个爆料的准确度应该在95%以上。本周上游厂商有重大变化，联发科天玑9200发布。首先说啊，在媒体这边预热的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多，好像突然就发布了。你看像高通的8 Gen 2，那是连篇累牍的啊，各大厂商都在盼望着8 Gen 2啊，准备拿它做宣传。那么天玑9200这边呢，虽然好像宣传力度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从纸面参数上看来，实力应该是不错的。全新的台积电第2代4纳米制程工艺，各个方面的分数啊，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某兔跑分应该是超过了125万分，是目前现有处理器最强的。那除此之外的话呢，一些参数显示它的功耗方面应该会比较低一点，所以呢，我个人还是很期待它和过2天的骁龙8 Gen 2来一个硬碰硬。来问大家一下啊，你更看好谁？看好高通骁龙打1，看好联发科打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有同学问主播你怎么看？我吧。我只想说一句话，就是可惜了魅族啊，没赶上好时候，是吧？这魅族当年铁了心的和联发科在一块儿，是吧？跟高通那是撕破了脸，老死不相往来。但是联发科那几年他不太给力，现在呢发哥崛起了，又硬朗了起来，但是这魅族已经不是当年的魅族了。来问大家一下啊，你觉得未来魅族还有可能采用联发科处理器吗？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LRE 同学表示，魅族说你演我啊，你演我是不是？OMA 同学说魅族抄底联发科，结果爆仓了。好，那说到国产厂商啊，本周还有一条消息值得关注。说起显卡部分啊，我们当然都知道英伟达和 AMD， 这大家都了解。但是呢，我们还是盼望着啊，说能不能咱们国内也有显卡推出。那么现在呢，由国内的厂商叫做摩尔线程推出了一款，据称呢是显卡新国潮的显卡，产品如何目前还不太清楚，但是呢它已经上架了。来看一下这个外观的部分啊，咱先别说显卡性能怎么样，还没测啊，这外观大家觉得怎么样？满分100分，你给这款国潮游戏显卡打一个分数吧。S80，你觉得这个显卡如何？那么这款显卡的价格，摩尔线程定价呢是2999元，由摩尔线程官方旗舰店从广东东莞市发货，并提供售后服务。卖点呢是 8K 超强性能体验。核心频率呢 1.8， 显存容量呢 16G， PCIe 5.0， 接口部分呢是一个 HDMI 2.1 和3个 DP 接口，大概是这个情况。然后呢，目前这款显卡呢已经正式的上架了，但是呢现在还没办法购买啊，没关系，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显卡的情况。这个里边它并没有那种横向的，我们都说比如说跑分啦或者帧数啦，目前还没有啊。更多的是一些简单的描述，大家感兴趣吗？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打一波6，我们可以后续的给大家来做一个详细测试啊。不感兴趣可以打个0，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整个参数看下来的话，还确实是不太了解。它这里边呢给出了一些兼容性，这个是很多同学关心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是支持 Win10之后的版本啊，64位的版本，然后呢支持这个游戏是展示的这一些。适配的主板呢有华硕的几款啊，微星还有华擎的。有一个地方我是有点奇怪，它这里还有一个适配显示器，你显卡适配主板，这肯定是没有什么疑问。但是这个显卡为什么还要适配显示器？你觉得是为啥？
我个人觉得呢，有就比没有强啊。只要你真的是自己的技术啊，自己研发，那我们还是很愿意去测试来看一下的。即便说我们起步的稍微低一点，也是愿意去支持一下。就是期待你的这个产品呢，确实是你自己的技术。那我们这边呢，也是让我们同事赶紧去抓紧买一下。但是我们同事说现在是买不到，我给我们同事发的这个显卡的链接，我说你买一个吧。后来呢，他说这个必须要必购码，我研究研究啊，没见过这种方式。然后我跟他说那咱就试试呗。后来他说研究好了，这个必购码啊是每周3一次抽10个人，给了码才能买这个显卡啊。这难道您这个产能有限吗？我不是不支持国产啊，我只是想你支持你得拿出来卖呀，你得来吧。大家觉得我们能不能买到？来看国内互联网大厂的消息，多家媒体报道啊，微信呢成功的注册了一个商标，这个商标的名字叫做微信客服。咱说这有啥？不就是个正常消息吗？我们特地查询了一下啊，果然这个是腾讯科技啊在2021年所注册的微信客服商标。你看这个小笑脸，哎呀，微信我是不知道啊，反正当年我用 QQ 的时候，曾经努力了好几年，也没联系上 QQ 的客服。来问大家一下啊，你们觉得这个微信客服啊如何？你是否曾经和微信客服有过沟通？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33同学说，微信有几个客服啊？一只手能不能数得过来？还有同学说，为什么要给不存在的人注册商标？你这有点扎心了。还有同学表示说，你得有新月会员啊才有客服。难怪你说的对啊，普通会员呢是没有客服的。还有同学说商标啊，咱们有规定，你必须得使用它才有效。如果你不使用它是无效的，咱们过2年申请无效得了给他。这不是我说的啊，这咱观众说的。有同学问这个注册商标有什么用啊？还是有用的。你们经常吐槽说这个微信没有客服，这回你要再敢吐槽，我可以拿出纸质的商标给你看一眼。您看，这是新注册的微信客服商标咱们冷静一点啊。咱是这样啊，就好多人都成天吐槽微信啊，包括我也是。我觉得呢，咱们不能光吐槽，应该提供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切实的帮助微信进步。我给你们来个意见是吧？这个微信的同学，你们可以听听是不是合理。首先，咱们要站在厂商的角度，来一个一举3得的方案，用户得利，平台得利，厂商也得利。是什么方案呢？咱们过去这段时间啊，经常去吐槽什么抖音、快手、微博他们推出的极速版，对吧？抖音极速版，快手极速版，微信你能不能出个极速版？你看别人出极速版我都吐槽，但是微信如果你出极速版，我举双手赞成。为什么？我就为了这俩微信号，我还得整俩手机，出门我还得带2台手机，一个手机一个微信号，一个工作一个生活。你要是在一个手机上给我来一个标准版微信，再给我来一个极速版微信，我是不是就不用带俩手机了？我代表我自己谢谢你。大家觉得我的这个建议如何呀？觉得你也需要微信极速版，可以打1波6啊！咱们看一看这个微信能不能被感动啊，也让微信看一看咱们弹幕的这个需求，对吧？你给我讲，我也不用微信双开，我装你俩微信不就完了吗？之前还有人唱衰微信，说国内的流量已经到顶了，10几亿人都已经用微信了，它已经不可能再增长了。男主播一句话，让微信瞬间再涨10亿，对不对？每个人手机上再装一个微信，这不月活就变成了20亿吗？张小龙表示，明天来上班，明天快，就需要你这样的男主播。咱一定要站在厂商的角度考虑问题，你我都能想到的，哈哈，腾讯也能想到。来看全新消息，最新消息显示啊 ，QQ 开始内测支持微信登录功能啊，就什么意思呢？用微信去扫码啊之类的去登 QQ。你看这报道显示啊，就是有网友曝光称啊 ，QQ 目前正在小范围内测用微信账号去绑定登录功能，绑定之后呢，就可以用微信账号授权登录使用 QQ。我一看这个新闻，我都有点懵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啊，就是我的微信号是用我的 QQ 号登录的，和我有一样情况，同学可以打一个1，就是我应该是比较早的从 QQ 去转微信这边的，是用我的 QQ 号登录的微信。这过了10年，这怎么又要用我的微信号去登 QQ 呢？那我先用我的 QQ 登了微信，再用我的微信登了 QQ， 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这怎么给我整懵了呢？就是你要想登录微信啊，我要先从 QQ 登录过去，但是你要登录这个 QQ 呢，先用你的微信登录回来。有人说主播疯了。还有几天呢，就到世界杯了啊！来问大家一下啊，会看世界杯的同学打一个1，会看很多场比赛啊，从预赛到决赛打一个2，不看的打一个3啊，1、2、3，看一下同学们弹幕。世界杯啊，4年一届啊，不过感觉现在确实可能是因为娱乐形式非常多啊。
感觉啊，这个世界杯好像不像以前那么热闹了，特别是在线下，随着冬天到来，可能不是那么方便在外边一边喝啤酒一边看比赛。期待这个疫情早点过去啊，大家能够畅畅快快的娱乐。好，那即使呢我们不看世界杯啊，或者是不踢球，但是不影响我们玩游戏啊。目前呢在足球游戏方面，当然还是两大阵营，一边呢是非法，一边呢是实况。但是呢，因为非法这边啊钱多，所以呢这2年应该说非法占据了全球足球游戏的主流。有人说你足球你还想吐槽吗？你敢吗？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个事儿啊，来大家评选一下啊，就你心目当中的最佳非法游戏是哪一代？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一年一款吧，非法23、非法22、非法21、非法20、非法19、非法18，大家可以直接打数字在弹幕上。还有同学说非法98啊，那确实当年很经典啊，包括当年非法2000，我刚开始玩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经典。下面主播告诉你一个冷知识，这个冷知识是官方提供的证据，官方证据表明有那么一款游戏是历史上最佳非法游戏，你信不信非法球迷他都不知道？主播来给你展示展示啊，主播来告诉你哪一个平台的哪一座是最佳非法游戏。一会儿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对，可以打个6；如果觉得主播瞎编，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咱们下面开始，注意看，首先啊，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是任天堂的 Switch 平台的非法23。目前呢，这款游戏呢已经上架39.99美元，200多元人民币的一款足球游戏，它是不是历史最佳呢？来看官方的描述，非法23呢，采用的是非法22相同的游戏功能和模式，没有任何新的开发或者是重大增强。有同学说哦，那这说明啊，这个非法23它应该就是和非法22一样呗，那就是非法22就是最伟大的游戏吗？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非法22，在非法22的销售页面上面写的是非法22将采用与非法21相同的游戏创新。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相同的游戏创新呢？没有任何新的开发或重大增强啊。那有同学说那明白了，那就是非法21呗，就是最大的更新了呗。那我们再看非法21，这是非法21销售页面，页面显得非常清楚啊，非法21没有新的游戏模式和游戏创新，那就说明非法20是吧？那我们来看非法20，非法20有新的套件和球队更新，但是没有新的游戏模式或游戏创新。非法20将采用和非法19相同的游戏创新，没有任何新的开发或重大增强。我就想问问你，什么叫相同的游戏创新？你给我解释解释。经过主播无可辩驳的证据，我们现在可以说明的就是史上最佳非法游戏就是 Switch 的非法19、19、20、21、22、23，买一款游戏玩5年。觉得主播说的对吗？5年呢？你知道我这5年是怎么过的吗？你知道吗？我们看一下微软，微软这边呢敦促用户赶紧升级到 Windows 11的最新版。微软为什么这么着急呢？那不妨我们来看一下 Windows 11的市场份额吧。上方一骑绝尘，领先下边这么多的，大家猜是谁啊？那不用猜了，那肯定是 Windows 10啊。下方呢，这个黄色的是谁啊？这黄色当然是 Windows 7了。和 Windows 7在缠斗的是谁啊？就是Windows 11。还有这么远就追上了是吧？加油！这个 Windows 11经过了这个2年的努力啊，现在的市场份额啊已经来到了15%啊，不低了啊，挺高的了。而 Windows 10呢，则是70%。大家觉得 Windows 11大概什么时候能追上 Windows 10的份额呢？看一下同学们弹幕，你觉得哪年能追上？好了，有同学说，哎，不对呀，这个 Windows 11不是才上市1年吗？主播你怎么说上市2年了呢？我这可能自己感觉啊，因为我们是从去年的6月份，就21年的6月份，我们给大家全球应该是第一批啊，给咱们去首发测试的 Windows 11的测试版，到现在应该是1年半左右，所以确实不是2年啊，应该是1年半。都过了1年半了，你这才15%还不到，我觉得是不是还是有点慢呢？咱们看看目前市面上这3大系统啊，你说谷歌对于安卓系统大版本的更新，那就是放养不管。我谷歌我自家亲儿子，我升级安卓12，升级安卓13。至于其他的厂商华米、OV，你们乐意升就升，不乐意升就别升，和我没有关系，不要找我。这是安卓系统，而 Windows 系统，求求大家了，我求求你们了，快点升吧，行不行？求你了，你的电脑怎么还 Windows 7呢？能不能升级我们这 Windows 11呀？还有你这怎么还番茄花园呢？你这是微软，还有呢是苹果啥态度呢 ？Good morning，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iOS 16发布9天之后，全球的更新用户呢已经达到了40%。哎呀，还是有点慢呢。过2天也许会更快嘛。觉得真实可以逮过6是吧？你看这3大厂商，这3个系统，来问大家一下啊，你们觉得如果你是微软的高管，有个什么办法能让用户快点把 Windows 10升级成 Windows 11呢？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来，咱们集思广益。
曲奇饼干说：“咱们发红包吧。”哎，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呀。每天咱们点开 Windows 那个开始界面，一开始嘣蹦出一个，恭喜您，微软给您送了个红包。打开一看，666获得了666元的红包，但是呢，还差0.001元才能提现。那么想要提现很简单啦，您只需要安装一下我们最新的 Windows 11，并且把它推荐给10个朋友，就可以提现了。怎么样？还有什么？停止更新 Windows 10，停止更新也白扯呀！停止更新我们还正常用啊！停止更新 Windows 10，还有这种好事吗？经常我玩着玩着游戏，咔，它就给我提示我重启。你就这最恨的就是 Windows 那个自己在这自以为是的更新。撸啊撸同学说，可以把 Windows 11啊改名成 Windows 10.1，肯定会有很多用户更新的。哎，我觉得你这个办法真是代价小，见效快。很多人真的就有强迫症啊，他升级到大的版本，他肯定比较闹心，但是10.1这明显就是比10进了一步嘛。或者还有什么改名成 Windows 10S、10S Plus。微软表示啊，刚才这几个发弹幕的都来啊，都来。好，咱们不开玩笑啊，来点正经消息。那么微软的最新发布的重要公告啊，不开玩笑啊，咱们看一下啊，来别笑了，严肃点，上课呢。那么一个全新的重要消息啊，在 Windows 10当中会通过明年2023年2月的安全更新，实现一个目的，就是永久禁用 IE 11。我可不跟你开玩笑啊，你严肃对待这个事情。2023年2月的更新你要慎重，为什么呢？因为一旦 IE 11完全禁用，那么在国内有很多银行优盾你是登录不了的啊！我这个有亲身体验，对吧？前阵子你看我微博就知道是吧？我有个女同学找我鼓求，结果钱取不出来了，优盾打不开。后来我给她一顿远程反正费了老鼻子劲啊，才给它整好啊！一旦在 Windows 10里面彻底禁用 IE 11的话，会影响到大量用户的日常操作。我这里要跟微软的同学说一句，我劝你们慎重啊！我劝你们慎重推送这个累积更新。简单说啊，如果你是经常在电脑上要存取钱或者插优盾的话，一定要慎重更新。过去1年啊，这个肥皂泡肥皂剧啊，马斯克是收购了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推特，也就是美国微博。但是呢，这个是波澜壮阔的过程啊，起起伏伏。那马斯克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啊，这推特太亏钱了，不排除让推特去破产，不能容忍呢这么多的用户还亏钱，这太不像话了。那怎么整呢？就开源节流嘛，节流那就是咔咔裁员。之前马斯克说裁员75%，所有人都疯了，不干。那马斯克说算了，咱们裁员50%吧。那大家伙都没说啥，裁完50%之后，再裁剩下50%的50%，大家伙还没说啥。哎，马斯克这么一看，这不就裁完了75%吗？有啥问题吗？好，那这是节流，开源怎么办？创收啊！来问大家一下，如果你是马斯克，怎么让推特快点赚钱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那目前呢，推特已经推出了一项功能啊，叫做蓝 V 认证收费啊，啥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是某一个公司的官方账号或者某一个名人的账号，那么你需要每月交认证费用。除此之外呢，收购推特之后啊，马斯克呢干的第一件事来看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啊，这是海王电影。那这个是海王电影当中海后的扮演者艾梅伯·希尔德，那么他呢也是马斯克的前女友。那么根据深圳卫视啊正午30分报道，翻脸不认人，收购推特第一件事，马斯克封前女友账号。这来问大家一下啊，如果你收购了推特，你第一件事干啥？看一下同学们弹幕，这是什么霸总爽文？分手后我选择收购那家公司。好，那这个不光马斯克去封别人啊，也有别人去吐槽马斯克。那多家新闻媒体报道啊，一位来自日本的漫画家在推特上曝光了马斯克未经授权擅自使用了自己的漫画，这是 Elon Musk 之前发的一张图，但是这个图里面用的是这位漫画家画的图，大概这情况。这位漫画家呢就索赔10亿美元啊，说你用我图不行，你得给我赔钱。来吧，问大家一下啊，如果你是马斯克，如何应对这位漫画家的索赔呢？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千克同学说封号你这点过渡都没有，上来就封号，一点也不自然，对不对？我跟你说啊，咱们一定要自然一点。记不记得刚才咱们有一个开源的方法？什么意思啊？你说你是这个漫画家，谁知道啊？你先把这个认证这个费用，你先给我交了，来，交完了咱们再删。男主播这个技术你学着点。好，那么我们呢不能总是去吐槽咱们世界首富啊，还是应该站在世界首富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那么马斯克在采访的时候呢，自曝目前啊每天要工作17个小时，要同时管理数家公司，那是非常的辛苦啊。来问大家一下，平常你工作几个小时啊？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可以打在数字上。一天工作17个小时，这个事儿咋说呢？我觉得啊，咱们还是要发动我们数学知识。什么意思呢？哎呀，站在首富的角度啊，我自己觉得还是
相当感动的。一天24小时减去17个小时，那就剩7个小时了。这7个小时咱还得吃饭、上厕所、剃头、洗脸、洗漱，还得对吧搞对象，反正就是好多事儿都得干。那最后剩下的睡觉时间可能也就4个小时左右。这什么张朝阳这是？反正就是非常的辛苦啊。所以呢，你们不要老去吐槽马斯克是吧？不要老跟我学。马斯克多么优秀啊！他亲自见证了比你有钱的人还比你优秀，你凭什么不努力啊？对不对？人家凭什么能成为世界首富？就是因为他很努力。如果我也像他这么努力，并不能成为世界首富是吧？那就算了，那没事了。老板努力那是因为公司是老板的，你努个什么劲儿力啊？你努什么力？哎，不对，怎么说反了呢？不对吧？停啊，咱们回来啊，咱们看一下啊。目前呢，马斯克呢是管理着多家世界闻名的公司，包括有我们比较熟悉的特斯拉，包括 SpaceX 这个星链公司，脑机接口公司，还有超高速铁道挖掘公司，还有谁？还有推特，这5家都是全球知名的企业。那咱们可以算一下，咱们看一下啊，17个小时，我要去处理这5家顶级企业，一家公司3个多小时，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咱们在一家公司只要工作3个多小时就够了，这也不是很累嘛，这个。好啊，那聊完了马斯克。其实呢，最近整个阿美利卡的企业都在进行一轮重大的调整。你看马斯克呢，他裁了7000人，大家可能觉得挺吓人的，但是还有呢。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比较熟悉的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小扎扎克伯格大家不陌生，前段时间刚刚发布了全新的头戴显示器Quest Pro。在发布之后的话呢，其实好像业界对它并没有特别的看好，因为它太贵了，1499美元这1万多人民币买一个眼镜，不仅让人想起了当年爆死的谷歌眼镜。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变化首先呢是 Meta 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刚才咱们说马斯克呢裁了7000人 ，Meta 的扎克伯格呢将裁员1.1万人，上了一个台阶。所以呢，简单说就是原来叫脸书，后来叫 Meta 就脸书不要脸输了改名叫做 Meta 之后好像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科技公司们是纷纷裁员，不管是特斯拉还是 Meta。那么 CEO 呢也在道歉说我们确实是走得太快了。大家觉得这个裁员之后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来问大家一下，觉得是好事打1，觉得是坏事打2。要我说这 CEO 不用道歉，不用这么不好意思，直接向社会输送了1.1万的人才，高科技人才，你有啥不好意思对吧？我才不好意思呢，对不对？下回扎克伯格再裁员的时候就这么说，恭喜同学们终于毕业了。咱们回到前面，裁员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来看脸书的股价，1周之内上涨了，可以说是暴涨。为什么？因为投资者认为你这一家公司直接砍掉1万人，这得省多少钱呢？这利润不就来了吗？好事这公司前景大大的好所以在投资者有钱人的眼里，裁员那是大大的好事。但是在这1.1万人的眼里，某震惊媒体第2天标题：震惊，阿美利卡 Meta 特斯拉大学毕业了1.8万人。这1.8万人都去哪儿呢？你还别说，还有新的去处。最新消息显示特斯拉德州工厂开始招人明年呢将会量产 Cybertruck 皮卡。你还招啥呀？你把裁那些直接转过去不就完了吗？你这哎呀！男主播表示来中国上班，来。科技不聊，主播来吐槽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的话呢，欢迎点一波关注。如果兜里有钱，咱们可以来个1键3连没钱点个赞也行。这样的话呢，下周大概率咱们还能见面，要不然的话就真的见不到了。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哎，这是谁掉的硬币给大佬们磕头了。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好如果你没走的话，我们又来到了上电视的时间看一看咱们观众们各种各样的评论。神权同事评论说 ，i 卡就英特尔的显卡就配英特尔的 CPU i 卡配 IU，A 卡配 AU N 卡配什么 U 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这观众太有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事儿，完全看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呀。一坨同学说，苹果环保图个乐，本人才是真正的环保，不买苹果的任何产品，环保理念贯彻到底，压根儿就不用生产我那一份。可以，您是真的环保。人仔同学说，真正的环保应该是循环利用，也就是关翻机，所以大家应该支持关翻机。来问大家一下，双11你有什么省钱的好办法吗？看一下同学们弹幕。Hora 同学说，口罩原因快递通不了，被动省钱，这也可以吧？小呆同学说，我很痛苦没啥问题，快递也到了，结果因为自己的问题2周不能回家，看得见摸不着，这行吧？我还有个问题呢，我买那个衣服到了之后，结果尺码不合适，然后呢，这个因为快递发不了，退不了，这不比你们更惨吗？
上周呢，咱们全球首发了一款折叠屏啊，是个改版的机型啊。改完之后呢，我们还把这个视频委托朋友啊发到了油管上面去啊，就这里啊。很多外国网友看完之后啊，表示 amazing 啊 amazing， 各种各样的评论啊，很好玩啊，也是吵成一团啊，很有意思。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评论。那这里边呢，还有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国外大佬也纷纷转发，比如说啊 Linus 这个熟悉电脑领域的应该不陌生，这也是在油管上面顶尖的数码博主。Linus 呢也评价了我们这一款产品啊，他在他的推特上表示，尽管如此，但是啊，他们还是没有办法修改刘海屏啊，这是人机翻译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掉 notch， 也就是说呢，就是科技美学啊，这个做的还行，但是他们并没有去掉刘海啊。感谢这个老来的评价啊，我们尽量我们尽量下一步啊，看看能不能去掉刘海啊。提前说一下，这个老来在咱们 B 站也是有账号的啊，感兴趣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等下回我们干掉了刘海，我看这个老来还跟我说啥。